嗨，大家好，我是熬夜，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保持饥饿，保持愚钝。这是已故的史蒂夫·乔布斯在2005年的时候，斯坦福大学的演讲当中说过的一段话。今天还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就叫做《史蒂夫·乔布斯传》，作者是沃尔特·艾萨克森，曾经担任过《时代》杂志的主编，也曾写过爱因斯坦和富兰克林的传记。但唯独这本书发行的第一周就售出了37万册，至今为止仍然是美国最畅销的书本之一。那么这一部影片呢，不会过多的专注在乔布斯是如何让曾经陷入危机的苹果起死回生，而是更多的专注在他耀眼光辉的成就下那些鲜少被提及的幕后人士。这些人多多少少都影响了乔布斯以及改变了苹果的命运。现在就和熬夜一起来一探究竟吧。保罗是一名出生在威斯康星州的机械师，妻子名字叫克拉拉·哈格皮安。由于妻子丧失了生育能力，所以他们决定领养孩子。终于在1955年的时候，也就是他们结婚的第9年，领养了乔布斯。那时候乔布斯的亲生父母因为宗教分歧的原因而不能在一起，可是当时女方已经怀上了乔布斯了，并且决定把他给生下来让别人领养。他开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领养他孩子的人必须是要大学毕业的。原本第一个等候名单是一名律师和他的妻子，但是他们想要的是女孩而不是男孩，于是就退出了。第二个等候名单就是保罗和克拉拉了，但他们都没有大学毕业，女方纵使有百般的不愿意，最后也只能妥协，并且要求他们签字保证以后一定要送乔布斯去上大学。被亲生父母抛弃对于乔布斯来说是一条无法疗愈的伤疤。有一次当他还是6、7岁的时候，就告诉了对面的女孩被领养的事情。那个女孩便问他说，是不是说明你的亲生父母不要你了？这一句话严重的打击了他的心灵，呼喊着跑回家。但他的继父和继母保罗和克拉拉则带着严肃的表情，并缓慢地对他说道，不是这样的，你要知道我们是专门挑选你的。被遗弃、被选择很特别，这些概念成为了乔布斯的一部分，也影响了他对自己的看法，造就了他独立的性格。与他共事多年的约克姆也曾经提到，这就是为什么乔布斯会有很强烈的欲望，想要完全掌控自己制造的每一样东西，追求产品的完美。而乔布斯也曾在访谈中提到，父亲对手工艺技的要求苛刻，曾经这样教导过他，如果你是一位木匠，你要做一个漂亮的衣柜，你不会用塑尔板来做背板，虽然这一块板是靠墙的，并没有人会看见，但你自己是知道它在那儿，所以你会用一块漂亮的木头去做背板。如果你想要晚上睡得安稳的话，就要保证外观和品质都是足够好的。乔布斯把他父亲的话深深地记在脑里，并把这种激情的工艺精神应用在了苹果的产品上。举个例子来说，他会仔细地检查印刷电路板，电路板上有芯片和其他的部件深藏于 Mac 的内部，并没有哪个用户会看到它，但乔布斯还是会用美学的角度对它进行评判，并且曾对一名新手工程师说，看看这些存储芯片真难看，这些线靠得太近了。虽然这个小细节是不会有什么人会留意到的，而且就算没有改进机器也能正常的运转，但乔布斯还是会坚持要那位工程师马上做出修改。像他这种连小细节都不会放过的狂人，是没有什么人可以办得到的。尽管只是养父，保罗还给了乔布斯无微不至的关爱。他从小就和他小孩子不一样，不但非常的聪明，也非常的任性。他的养父养母都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都会尽量的去迁就他。尽管保罗连高中都还没有毕业，但他还是会想办法让他学到更多的东西，送他去好的学校。到了学校，乔布斯因为觉得课程太无聊，时常会做一些恶作剧。到了3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在老师的椅子下点燃了炸药，吓得老师都抽搐了。果不其然，乔布斯在读完3年级之前就被送了回家3次。不过保罗从来都没有因为这样而骂他打他，反而是对校方说，听着，这不是他的错，如果你们提不起他的兴趣，那就是你们的错。可见虽然乔布斯不是他的亲生儿子，他们还是非常的疼爱他，给他一个温暖、包容以及鼓励他学习的长大环境。不仅如此，他们甚至不惜花光储蓄，只为了满足他想要在里德学院念书的愿望，实现了对乔布斯生母的承诺。尽管最后乔布斯很快的就厌倦了大学的生活，也怀疑念书帮不到他找到人生的目标，最终选择了退学。第二，苹果最大的幕后功臣史蒂芬·沃兹尼亚克。乔布斯在高中时期认识了一个叫沃兹的好友，
沃兹比他大5岁，对电子学的了解远超于乔布斯，但对于社交方面就不如他了，是一个非常羞涩的人。他们曾经回忆初次见面时候的印象，沃兹说道：“我们有如此多的共同点，一般来说，我很难向他人解释清楚我做的设计，但乔布斯一下子就听明白了。我非常喜欢他，他瘦巴巴的，但是充满了活力。”而乔布斯也回忆说：“沃兹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比我还懂电子学的人，我立即就喜欢上他了。我比自己的实际年龄还要显得更成熟，而沃兹则相反，我们拉平了。沃兹非常聪明，但情商方面却像我这一个年纪的人一样。”同样都是喜欢恶作剧和电子学的两人认识了彼此，当然也在学校掀起了不少风风雨雨。比如说在高中毕业典礼的时候，而另一位好友联合设计了一个由绳子和华人组成的装置，这样一来，在毕业生们进行到阳台下方时，床单就会缓缓地落下。他们还在上面签上了巨大的字母 SWAT Job， 均是取自三人名字中的字母，意思是沃兹尼亚克、包姆、乔布斯联合出品。这场恶作剧成为了学校的传奇，也让乔布斯再次被停学处分。他们曾经还发明过一个叫蓝盒子的小道具，不过绝大部分都是沃兹完成的。这个蓝盒子是用来破解电话系统的工具，模仿电信运营商的拨话控制信号，用来免费拨打长途电话。他们就靠着这个蓝盒子不断的恶作剧，甚至最过火的一次还打给了远在梵蒂冈的教皇。就是那一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具里程碑意义的事情。乔布斯认为蓝盒子不应该只停留在愉悦爱好的阶段，他们可以制作然后销售，成本只需40元，然后以$150的价格出售。就这样，他们好像上门销售员一样，一个一个敲响各个宿舍的门，寻找有兴趣的买家，然后现场示范给他们看。那时候他们大概做了100个蓝盒子，几乎全部都卖了出去。蓝盒子的成功给他们两个人带来非常大的信心。乔布斯甚至说，如果没有蓝盒子的话，就没有今天的苹果公司了。他们学会了如何合作，一个搞技术，另一个负责包装和销售。终于在1976年4月1日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在乔布斯的车库里面创办了苹果公司，分别推出了苹果1以及苹果2这两部电脑产品。如果说苹果代表着果实，那么沃兹就是代表着果树的树根，至于乔布斯就扮演着树叶的角色。作为苹果的最早开国元老之一，沃兹的功劳不可忽视。第三，苹果的第一大股东麦克·马库拉。在苹果2还没有推出之前，苹果公司就遇到了资金上的问题。在见了几位不同的潜在投资者之后，最终与一名叫马库拉的人一拍即合。虽然当时他只有33岁，但凭着英特尔的股票期权赚了几百万，已经处在于退休的状态了，是一个谨慎又精明的人。同时他还非常精于定价策略、销售网络、市场营销以及财务，在苹果公司最初的20年发展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们的初次见面是在乔布斯的车库里面，沃兹当时向他展示了苹果2，马库拉一眼就爱上了这个产品，于是主动提出为公司提供高达25万美元的信用贷款。后来苹果就成为了股份有限公司，马库拉、乔布斯、沃兹三人各持 26% 的股份，剩下的股份将被保留下来，作为吸引未来投资者的筹码。马库拉对于乔布斯来说，不只是一名天使投资者，也是一个父亲般的人物。他像乔布斯的养父一样，迁就他的强烈意愿，也传授了他不少市场和行销方面的经验。马库拉他把自己的原则写在了一张纸上，标题为苹果营销哲学，其中强调了3点，而认为也同样适用于今天的营销。第一点是共鸣 empathy， 意思就是要比其他任何公司都更好地理解消费者的需求。第二点是专注 focus， 专心做好最重要的事情，其他次要的通通都拒绝掉。第三点是灌输 impute， 这涉及到人们是如何根据一家公司或是一个产品传达的信号来形成对于它的判断。马库拉就说过，我们也许有最好的产品、最高的素质、最实用的软件等等，但如果我们用一种潦草马虎的方式来展示，客户就会认为我们的产品也是潦草马虎的。反之，如果我们以创新的、专业的方式来展示产品，那么优质的形象也会被灌输到客户的思想当中。此外，他对产品包装的细节也有非常大的要求，所以每当苹果用户打开精致的包装盒的时候，一看到里面的产品，就能够马上体验到满满的诚意以及用心。这种仪式感也让产品变得特殊起来。在后期，乔布斯和马库拉之间的管理层发生了几次的冲突，也间接导致了乔布斯离开了自己一手创立的苹果。
让他深感遭到背叛，打击不小。当乔布斯重新回归到苹果之后，他便要求马库拉从董事会离职，马库拉也照做了。不过事后乔布斯还是一个人开车到马库拉的豪宅去，向他解释需要一个全新的董事会来从头开始，并且还向他探讨了苹果未来的重点发展。由此可见，乔布斯还是非常在乎这位宛如父亲的马库拉的。第四，苹果的公关奇才里吉斯·麦肯纳。大家来看看最初的苹果商标是长这样子的。后来乔布斯找来了矽谷杰出的公关人员麦肯纳，经过了麦肯纳团队设计之后，才有了今天一系列被咬了一口的苹果商标。iPhone 4是苹果的得意之作，然而这一款手机并不完美，它的设计有一个小缺陷，那就是当你的手指盖住钢圈上的小缝隙，就会产生信号失去的问题。原本这只是一个小问题，但却被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于是就有了天线门这一起事件。消费者报告甚至说不推荐消费者购买 iPhone 4。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所有的人都劝告乔布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要放低姿态，表现得更有歉意。然而公关大师麦肯纳却不认为表现得谦卑就能够解决问题，他要求乔布斯要在新闻发布会上拿出事实和数据，并且直接告诉他们手机不完美，我们也不完美，我们都是凡人，这一番话就可以了。乔布斯采纳了他的建议，也提供了2个解决方案。第一，退货；第二，就是获取苹果的免费胶套。最后这场危机转变成了转机， iPhone 4的退货率仅仅只有 1.7% 而已，销量不减反增，顺利成为了苹果史上销售最快的产品。聪明的乔布斯在发布会上也表明其他智能手机也有着类似的问题，成功的转移了媒体的注意力。这一招就好像是我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一样。麦肯纳的营销手法和公关能力让他成为了乔布斯一直深信不疑的顾问。第五，把乔布斯炒掉的 CEO 约翰·斯卡利。马库拉是苹果的第2任 CEO， 但他对这一个位置并没有什么兴趣，并不喜欢裁决纠纷，更抗拒领导一群难以伺候的自我主义者。由于之前被迫赶走了第1任 CEO 麦克斯科特，然后很不情愿的接棒，但他答应过妻子，这份差事只是暂时的，在干了差不多2年之后，就会要求乔布斯马上寻找接班人。虽然乔布斯跃跃欲试，但他心知肚明自己还没有能力管理公司，就连马库拉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后来乔布斯通过猎头留意到了百事可乐的高管，他是一名富有创新力的营销和广告专家，两人惺惺相惜。斯卡利被乔布斯给深深的吸引了，觉得他身上散发着明星一般的气质，也认为他是认识的所有人当中最聪明的一个人。而乔布斯也非常欣赏他，想要把他挖角过来当苹果的 CEO， 还对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你是想要卖一辈子的糖水呢，还是想要抓住改变世界的机会？这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斯卡利的内心，于是在1983年的时候，他正式成为了苹果第3任的 CEO。 可是好景不长，才共事不到2年的时间，两人的分歧就越来越大。斯卡利意图维持 Mac 的高价来达到利润最大化，而乔布斯则想要让它的价格更加的实惠。对于乔布斯来说，问题就在于斯卡利从来都没有成为一个懂产品的人，他没有努力，也没有显示出自己有能力理解苹果产品的微妙之处，对于产品也没有天生的热情。而斯卡利则认为乔布斯太过沉迷于细微的技术调整和设计细节，这只会适得其反。在待人处事上，斯卡利想要让别人高兴，懂得顾及人际关系，乔布斯则对此不屑一顾，他会羞辱任何一个算不上一流队员的人，以避免苹果出现太多的笨蛋。董事会对于两人关系的动荡越发察觉，对他们进行严厉的训诫。尽管如此，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乔布斯甚至打算趁斯卡利前往中国的期间，趁机向董事会去推翻他。然而斯卡利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就取消了行程，准备在高级职员大会上和他当面对质。乔布斯万万都没有想到这个转变，但他依然冷静地在所有的人面前说，斯卡利并不适合管理苹果，应该马上离开，并且还说了一句自我中心的话：我要你来是为了助我一臂之力，可是你从来都没有帮助到过我。这句话惹怒了斯卡利，于是他决定放手一搏，让房间里面的所有人是选择留下他还是乔布斯。最后结果是大多数人选择站在了斯卡利这一边，乔布斯见大势已去，只能崩溃地冲出了房间。令乔布斯真正感到痛苦的是，除了觉得被斯卡利背叛以外，就连像父亲一般的马库拉都不支持他了，就好像是又在被人抛弃的感觉一样。更糟的是，
他心爱的公司现在正掌握在一个他认为是笨蛋的手上。乔布斯离开了苹果之后，在斯卡利的带领之下，由于缺乏创新，苹果正一步一步地走向破产的危机。最后他在1993年卸下了 CEO 的重任，结束了苹果长达10年的任期。在1997年，财务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赤字，苹果董事会不得不再重新找回了乔布斯。历史也证明了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否则就不会有今天的苹果了。虽然斯卡利没有符合乔布斯的预期，甚至还不得不把他赶出苹果，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离开苹果后的他在12年的期间内并没有闲着，不仅自立门户创立了另一间公司 Next， 也收购了皮克斯，开启了 3D 动画电影时代，让我们的童年有了《玩具总动员》这一部优质电影。此时的乔布斯也已经磨练过了，变成了一个更为成熟的企业家，最后也推出了曾经轰动一时的 iPod 以及 iPhone， 成功的让苹果起死回生。从这5个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英雄之旅往往不是孤单的，其实身边的人对于造就一个人的发展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我们要留意的是，身边又有什么人是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深交的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一个人的水平是取决于最常接触的5个人的平均值。好了，今天的分享就讲到这里了，我们来回顾一下成就华平之父的5大推手。第一位是有养育之恩并且教会乔布斯极致工匠精神的保罗。第二位是苹果的最早开国元老沃兹，没有他对电子学的痴迷，就不可能设计出 iPhone 1以及 iPhone 2了。第三位是苹果公司最早的投资者马库拉，对乔布斯宛如慈父一般，迁就他，也教导了他许多营销学的知识和经验。第四位是麦肯纳，虽然他只是苹果的外部顾问，但他的团队所设计的苹果商标至今还在沿用着。第五位是斯卡利，虽然是乔布斯亲自挖角过来的，但讽刺的是却被他赶出了苹果。不过他也让乔布斯有机会在外面闯荡，锻炼自己的心智，成为一个更合格的领导者。谢谢大家的观赏，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启发。如果你喜欢好业的影片的话，就请你订阅好业的频道，点赞和分享，启发更多的人。那如果不小心点到小铃铛的话，就更好了，这样好业就可以争取在每逢周三晚上7点半的时候弹在你面前的机会了。我们下一集再见。